看网络版的还有英文呐。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人。1886的时候，他跑了50个公里，是第一辆车就跑在街场上。来！啊，这样子就可以了。不行，真的想要拍，这等下没机会，不好意思哦。来。拔出来不了，它轻轻拔了它都掉了的。对，木耳的话长满的时候是非常漂亮的。有别名叫豪夫，就会有一个是豪夫。啊，对，这个手不好，对，看，看，这种。修，哦，相信经过我们的介绍，大家对于马来西亚的3大种族应该有初步的认识。而说到各行各业中的佼佼者，更是不乏华人的身影。继上周拜访过狮王肖师傅，今天的主角更是大有来头，他可说是马来西亚的第1车王。这盖啊，我们来找一位收藏家，收藏什么？收藏男人的玩具。跳，无咧卖哦，刚刚自己收藏起来，互人互自己看爽的。有看到？这是他的车库啊。这车库，嘿，卖搞骗啊！不是外口车哦，正经的啦，这不是外口车哦，这2栋规栋的。这咧卖车的啦，你咧乌白车。无啦，就甲你讲这不是咧卖车。人迄收藏的吼，拢是迄足青山啦，足隐秘的，拢惊人看，哪有人铁门破开，迄车规排的，这拢规排这咧卖车的啦。兄啊，我们是全球第1家媒体来拍的。他不开放给别人，他不开放给外面的人看，正经的啦。我们求的老板求很久呢，它里面有一些私藏好货，是很难得见得到的。安尼，我要来看伊是何等人物啊！哦，来，真的太扯了，光是车库就跟1家工厂没什么两样，也令人更加好奇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收藏。大哥，请问一下你台车的收藏，你的概念是什么？所以每次我收藏车，我都有找一个主题。所以比如说我在这里的车，就是说这个主题是说教父。所以为什么这个主题是我从那个电影《教父》那边看到那辆车，我觉得很漂亮。老板，等一下，你一直在讲教父，我看这台车就不是教父，教父也没看到啊，在哪里？教父是我了。教父，不是也要教父是你，也要那台车，那台车在哪里？那台车啊，那个教父给他安装的时候啊，他借到那个这辆车，那辆就是教父用的车，就这一辆，一模一样。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最长的利莫逊。OK。哦，里面真好大，小胖。啊，还有可以靠脚的，靠脚腰抽筋的。哇 ，OK。如果你看以前的车啊，美国的车，很多人会那个车夫的车包是皮做的，对，但是那个主人就是这种绒布的，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美国天气冷，你不要老板上车一坐上就是冷到啊。OK。来，噔，偷。哦 ，OK， 老板，哎呦，OK， 对，小刚上 ，OK， 很宽阔，哇，很舒服。你要谈生意啊，讲什么东西啊，那个窗口可以拉起来。不好意思啊，隔音了。老板如果怕我们前面保镖偷听，来，小刚帮我们升一下，这可以升，对啊，可以升上去，马上升起来，我晚上都听不到。你刚刚说什么啊？你刚刚说什么？我说他这个很贴心啊，这个设计，隔音效果这么好，那就
毕竟是古董，难免会有年久失修的地方，我们还是动口不动手，否则要是弄坏什么特殊零件，说不定有钱还买不到，那就 GG 啦。这一排你说什么主题？这个主题是第一代的汽车，这里我有2架是1915年的，哪两架？这2架是红色的啊，红色的这1915年的，是当时算是跑车，这个叫做 Speedster， 你看到它的大镜子是这样的，还有一个挡风的，对，挡风的。第一代的车，1915年之前的车啊 ，OK， 他们没有用钢铁的，他们只是用铜，所以这些都是铜，这些是铜来的。另外这部是也是轿车吗？面包车、旅游车，面包车可以载人旅游车的，可以载人的 people carrier。如果你看它那个轮胎全部是木造的 ，OK， 全木的，全木的啊，全木的。我只能说看到赚到啊！100多年前生产的第一代汽车还能像新车一样展示，就知道这中间耗费了多少心血。更别说其他楼层摆放的现代超跑，还有电影上出现的明星车种，各式各样的主题车款，可都是大哥不远千里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很小嘞，就这样，真的比我们想象的啊，20 horsepower 简单很多啊，20马力，20马力，20匹马力啊。哇，这个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复杂，我也对觉得很大颗啊，对造型东西都很大，感觉都是机器的啊什么的以前的车是很简单的啦，不像现在的车比较复杂一点。这个是干嘛用的？我看这个是我们讲thermometer， 就是你看那个水的温度 ，OK。现在的目前的车是在车里面，对不对？对有一个 temperature gauge 啊，你看那个水滚了没有？对，那是油箱的温度，对不对？哎，水箱的温度。啊，水箱的温度，所以你要看这个温度，你从这里看哦，看那个针啊，最中间那个针 ，OK。等一下你有机会看了，因为这辆车一定水滚了跑一个圈，你就看到跑去红点了。哦。打油的地方不是在这里的，是在这里的。OK， 这个 accelerator 是在这里的。用手啊，用手加油啊，加油上油。中间那个是这样的 ，OK， 这个有3部分，现在就是 parking brake， 对，中间就是你上了中间就是 low gear， 上面是 high gear， 这样，我要放弃 low gear 这里 ，OK， 跟住我就开这个键，他踩那一个，已经开始慢慢往前了。你看哦，里面弹真的是弹簧的。对，在早期已经想到这个舒适性的，而且超宽阔。然后这2个就刚刚，他现在要在做工很大，先看。这无跑的哦，这种无跑的哦，这1:1的哦。这车子动，方向盘才好打。现在不是像一般的轿车这样子那么好打。你看他真的是边开，他都要一直调这个气门啊，那个混合机油跟空气的那个风燃比。对，哦，你看，我跟你讲，这是正常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种车能动就很好了，而且这已经算是顺的，很顺了。不然这种老车上路哦，我跟你讲，好没2个就够了，因为它的零件难找，而且它要复原成这么的原味，所以它现在像这状况已经是很棒了。而且老板又不常开，那不常开状况之下又那么的熟悉的这个路段这样开的话，我觉得赞啦。你看老板他今天在调整的时候，他就同时刚想说他觉得这台车行哪里有问题，他说起来马上就会提升他的等价开节了。这个不是这台车，完全他没有拿一杯水来这里试给你们看而已，真的很舒服，真的很舒服。而且老板开车速度放，对，这波抛啊！吓一跳。Just please。哦，中到没有？
哦，还好，哎，没问题，掉下来的是新车啊，旧车没问题。对，老爷车没问题。如果以动物来比喻，这辆车根本就是一台活化石啊！而这些和现代车款不同的设计和配置，也正是收藏古董车的乐趣所在。不过，听大哥说，接下来这一辆可说是真正请出汽车界的祖宗18代来了。宾士勾动啊！老板，这真的是宾士啊？当然是这辆车。我算叫做是车了，虽然是3个轮了。是 OK， 3轮。那有原因的，为什么3个轮？以前在你们这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可以做到4个轮，因为你要摆那个steering的时候啊，要做那个 drive shaft 啊，很难做。它就做个简单哦，做就这样哦，这样1个轮哦，要摆那个轮胎，对，这边控制哦。OK， 用齿轮的原理啊，19世纪啊，1886的时候。他跑了50个公里，是第一辆车是跑在街场上可以达到50公里的车，1马力的1匹马力，1匹马力加1匹马是一样的意思，1匹马力耶，最高的速度可以达到16公里啊，1个小时，16公里哦，啊，1个小时啦。这个该不会现在也可以发动吧？可以，哦，也是可以啊，这样可以发动，那可以上路吗？可以，等一下我叫我的伙计来，我跟你发动一下给你看。Okay, so to start this car, first of all we have to connect the battery. Okay. 所以呢，先接电池，先过电。OK。Open up the oil supply. 哦，还要先开那个油门呢，开油门。We supply oil, grease to the crankshaft and the bearings here. 所以这里是这调色是什么意思？它这个是油，给它等于要让它的润滑油、机油，然后你要确定要进去，然后要锁紧。然后刚才这边是汽油，它要确定它的汽油位置，它供给它到一半以后，它就可以把它关起来，不用一直开着。这是早期啊，他们没有钥匙，它就是要用这样子去。我们现在用钥匙咯，哎，现在以前是用手来关那个。对，压让它铁片碰触嘛。对。Now we have to be careful with this because single-cylinder engine, if it sparks before it reaches top of the center, this is going to rotate backwards and can break your hand. Okay. So you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一发动以后，它会瞬间往回打，所以要很小心。来！OK， 站着，现在是停车，对，这个背景就这样，它只有一个停车跟往前走，一个跑一个停点。所以速度也是由这来控制。很顺呢，哇。OK， 这个做起来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恐怖，稳定性。我想说，老板3个轮子而已，我以为不太会稳，还蛮稳的。对，当然，很稳。啊，那个轮胎很大吗？对，震动感会不会？不会。而且我看他在转那个方向盘，好转的，是好转。我以为它只会直线而已，他说没有，它可以转弯。我刚刚就从那里转出来，它就这样转，还蛮顺的。OK， 现在我要带你们去马路上跑，可以啊，可以。帮我上了。哇，1886年的一台宾士啊。方向盘，很顺，不会卡它过这个也是很舒服哎，对，很稳的。哇，厉害！哇，很顺哇，调车不太快。对，我们这是一种享受。刚才突然整个 slow 越来越
越低，然后熄火了一下，现在在检查，重新发动。它这是油门的问油的问。哦。先到阴凉处，等下先到阴凉处。Oh, good job! Awesome. Back to the tree. 不可思议！若不是有大哥这样爱车成痴的人，我们怎么可能有机会和100多年前的人坐同一部汽车，感受他们当时的惊讶和兴奋？当然，不管什么车都有它最适合的用途和环境。接下来，我和阿hin将要离开城市，深入乡村，体验最在地的马来人生活。这时候，摩托车就是咱们最好的伙伴。有风就凉。在他们这种乡下这样子骑车其实很舒服，车也少。哦，哎，宝贝 ，Hello， Hi， Welcome to my house。好 ，Let's go， 跟他走。Yes， Homestay 啊，今天的民宿哈，很漂亮，你看那个用的颜色哈。This is 马来风 Malay traditional house。为什么会架高 The last time we have a wild animal, heavy rain, flood。进来很凉爽，外面那个太阳在晒，然后进来只要没晒到太阳的时候，其实蛮通风的。对啊，你家风是凉的啦，我主咱台湾风贴热风，这是凉风啊。而且你看，像进来这边，你看它这边应放沙发吧，这边应该就是客厅。Area for pray, go to Mecca. In the daily sunny, it's little bit hot, but at the night, very cool. 对啊，我感觉伊这起码就跟外口差不多，对，边啊都有通风，你知道吗？它都是用写的，有排风，其实他们设计的主人啊，设计还不错。Your rooms tonight? 晚上no 房间 no aircon, just fans. 基本上简单呐，就是一个很简单简约的风格。我觉得它灯泡蛮好。有没有困难？它就是对，很古早味的床，因为有点硬。哦，真的。对，较早的床床就是这种的，下骹是落风的啦。你看这哦，都一个缝，这样都是关的，然后它热气会出去，冷气都会通风。那下雨也不怕，然后真的热的话，看到，够赞了，赞，厉害。没想到传统的马来式建筑内部构造跟摆设跟台湾早期的房子也有相似之处，而且乡下生活也一点都不轻松，各种粗活是绝对少不了的。Ini pokok getah. Yang macam ni usia dia lebih kurang 20 tahun lah. 这个专门割这个树的，对不对？ Ya, ini pisau getah. 这怎么用啊？ Cuma biasa kita awal pagi lah, pukul 4 pagi. Hanya sikit saja, hanya sedikit dan jangan sampai terkena di dalam batang pokok, kerana dia akan rosak. 我也认出来，也认出来。对啊。哦，你就要做这高和老的。对。哦。啊，像这样割让它滴要滴多久 So today we tapping, and tomorrow morning we can collect. 正常弄的就是一个晚上就对了。这已经有大概先挖出来这个，也是顺顺的。Yeah, good.
它这个工具很好用，就是轻轻松松的，你不用花什么力气，顺着下来就好。我知道它设计这个很奇特的角度。我讲你只要挂，你爱挂一个狗就好了。这只？无，伊即马你只一个等伊只留落，你爱挂一个狗，互伊才留。哎，挂顺哦，挂顺。Yes。应该可以。我都袂使，你只爱扣住。Dia sebab sudah sengit kan. Dia 伊个会留落。是吗？安尼伊个袂有留。你割完了，所以它不能顺着去那个桶那边。啊，对，即马有啊。那就唔够留了。有 OK。For the first time, very good。不说你可能不知道，原来早在80年代，马来西亚曾是世界最大的天然橡胶生产国，就是依靠这种橡胶树。也是因为这样的连续割胶法，才让橡胶的产量大为增加。不过听大哥说，来到乡下还有一样作物非认识不可。This is coffee tree。这个是咖啡豆。阿英啊，你有没有看过咖啡豆？有啊。这是冰柠吧？啊，你为什么要坚持用柴烧啊？会比较香啊。哦，它的味道比较香。不行，我真的想要拍，这等下没机会，不好意思哦。来。看网络版的还有英文呢。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人。I show you。我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咖啡豆。This is coffee bean。这个为什么这么大一颗啊？Arabica。阿拉比卡的。Arabica。哎呀，很 sweet。它你可以拿一次是甜的。它里面的那旁边那个果胶啊，黏黏的，是正常的吗？对。虽说世界上的咖啡豆种类超过100种，但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颗的果实，很难不让人惊讶。而当地传统的咖啡豆加工方式，更是让人大开眼界。要准备冲了，这个，哎呦 ，yes， 这里。都清脆的哦，哇，直接这样子就全部都压出来了。Yes。蛮好压的了，很方便。And then dry at the sunny around 1 week. Take the coffee bean only. 建出来就对了，这个建出来，然后就变这样子。我之前跟我看过，咖啡豆超够多啦。对啊，它从外壳就差不多。我起来比较之前看这啊，看这，感觉还好，你看，我看到差不多。This is small. Yeah. 将晒干的咖啡豆取出，工作可还没有结束。大哥要我们将咖啡豆送到当地最负盛名的炒制工厂，在那里还能看到最古老的传统炒法，保证值回票价。运气好的话，还能免费喝上一杯道地咖啡。Hello， 大哥，感觉是工厂哦，工厂来的。大哥，大哥，你好，你好，国营哦。体会啊。我们要先帮忙什么？你就帮忙劈柴吧。劈柴，来，大哥，那唔对哦。咱即马科技咧进步，拢用家属咧行。Gas 是不同，它的味道就比较不同吧。这样木材的就是比较传统的了。所以你们这边都还是用木材？还是用木的，还是用木的。哇，那要劈成怎样？把它劈成一半啊。劈一半？对。哎呦。哦，那也这样这样子就可以了。可以。注意啦。好，可以。这个钉哦。这个钉。红木就生在那个海边的红树林的。哦，比较耐烧。基本是呗。拿起来倒下去就行了。全部下去吗？全部对。哇，
炒到差不多了，它会出一个，好像那个花生有一层那个皮，它遇到热了，它才会出来的。我打出来了，它才会慢慢变黑，它才会接近好的状态。对对对。啊，你为什么要坚持用柴烧啊？会比较香啊。哦。柴的味道比较香。柴烧温度好像怎么样？不好控制啊，对，温度这样子控制均匀啊。就你炒久了，你就那经验嘛，那经验你就要自己控制了。听老板说，他今天要炒制的是当地俗称的南洋咖啡，和咱们常见的西式烘焙方法完全不同。南洋咖啡会在炒制的过程中加入奶油和糖，增加风味。由于这里又是以最传统的柴火加热，更加考验师傅的功力啊。因为他现在得用吹风机这样吹，然后你看他往旁边撒，它旁边那个壳就全部都吹到最外面去了。就是等于是过滤的一个，就把那个就很像我们花生外面这层膜这样搓一搓，再吃花生一样的意思。不行，我真的想要拍，这个等下没机会，不好意思哦。来。我以为他这样拿起来，另外要过筛啊，去抖啊，没有，拿起来用豆子去撞击的时候，然后电风扇顺势就把那个膜给吹掉了。我觉得南洋咖啡它喝的是文化，它喝的不是说因为你看大同小异，他们炒都要炒到很深焙，所以它本身咖啡豆，如果你单纯泡它的那个味道，其实基本上都是焦味居多。可是它因为它加糖、加油，然后加的时间不同，然后步骤不一样，加完以后炒的时间不同，它带出来的风味就会有很大差异。然后你在马来西亚喝，你在越南喝，在南洋这几个地方，新加坡啊、泰国喝的那个风味都会不一样。但是他们基本上不是加油就是加糖，对。然后他们的喝不是要喝到很细致的味道，当然喝到很多当初几百年前华人来到南洋以后，因为在这个区域，然后因为这个生活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的喝咖啡方式。然后我觉得南洋咖啡喝的真的是这个文化跟历史背景，对吧？所以我一直觉得南洋咖啡是很有趣的存在。你看看，连咱们阿hin的导演魂都燃烧起来，就知道这样的画面和功夫有多难得。也只有深入当地，才有机会一睹传统炒制南洋咖啡的过程。这个是纯的，纯咖啡。这不是纯的吗？那个不是纯的，这个是咖啡屋。我们说的是美式吗？美式咖啡，对。这是美式咖啡啊。美式看起来很淡啊，好像茶这样。不像我们台湾泡起来那么的黑。对，它看起来更淡。这应该不是重烘焙，它应该是轻烘焙那一种。对，这不是深烘焙，这是轻烘焙。中焙。喝起来有点像咖啡水，就我们咖啡冲完最后的那个很淡淡的咖啡。不会泼啦，不是，冲一遍，第二遍的时候就大概这样子。对。它是属于比较，它是没有加糖，比较保健的。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个是阿公的，这个就是阿嬷的。就是咖啡豆不同，口感不同啊，你喝一下就知道了。这是阿公的，这是阿公的。柴火的味道就对，有一个炭味，那炭味完之后再吞下去，带点回，煮完之后比较有点回甘，对，会回香。看看阿嬷好不好喝？阿嬷味道最重，然后阿嬷的那个苦味啊，也比较明显，它的回甘也比较不同。上来那个苦味很快就出来了，后面的回甘也比阿公的重，就它都偏重。还记得咱们在茶山市里卖的水有咖啡、茶和餐冰，其中的咖啡指的就是这种南洋咖啡，也就是他们常说的 Kopi O， 而不是西方的美式或黑咖啡。所以来到马来西亚点饮料，千万别误会，倒是享受完片刻悠闲的下午茶时光，最后一个等待解锁的任务，竟然也跟早上的橡胶树有着密切的关联。现在后面看到这个这是什么？是土是不是？这些是橡胶木屑，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生产很多的橡胶木吧。然后他们就会在大概10年这样
橡胶木有这么的直径哈，这么肥了，他们就砍伐，对，然后把它锯成板，然后就做成家私。对，所以这个呢就是它的下脚料，这个2种不同的，一个是新鲜的嘛，对，所以我们有掺一个大概18%的这个用过的木屑，还要再加水要加水给它有足够的水。就这个只有单纯这2个混了，还要加什么一些比例吗？好像米糠啊，米糠就是它的养分，是，然后还有就是那白灰咯，就主要是它的酸碱度，酸碱度把它动了一下。调出来之后，我们就会经过这个机器，我直接包装了。对。没想到小小一根橡胶树还能一树三用，制成太空包之后，再经过高温杀菌，就能植物菌种培育各式食用菇类。你竟然闻到那个很酸的那个木屑的味道，木屑的味道，蒸了还有那个香味啊。对，哇，他们速度好快，是啊。它现在这就是菇种吗？对，我们菇种是用麦粒，给它当这食物啦。因为菌类它毕竟是要那个养分了它需要的养分啦。麦粒它的皮有很高的维他命嘛。现在你看倒都不是说有固定量，就差不多，对，倒进去差不多满这样子了。这个也是之前这边比方说长出来的菇，然后我们要做培植咯，它都很多步骤啦。到我们生产的话都要差不多要3个月的时间。要3个月。做菇种1个月，然后这边就要给它走菌丝2个月，它就满了，就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盖让它出菇了，开始慢慢长，猪菇长菇出来。看似简单的太空包养殖，经过大姐说明才知道，也是需要复杂的手续和时间。至于马来西亚的食用菇品质如何，大姐大方的请我们现摘现煮，吃吃看就知道啦。哇，好多嘞！哇，好大朵。这个就是你刚才讲那个什么蚝菇吗？对，我们都是用剪刀剪它的梗啊，是这样子了。你看它大朵了的话，我们拔出来，只是剪这个罢了。它那边有一个篮子给它的，把底部剪在篮子里面，然后这个放这边了，这样就可以了。这样拔出来罢了，它轻轻拔的它都掉了的。对。很容易拔，每一个都可以采，是说看这个像这个就不要采，还是？像这个就太小了啦。太小了。这个它明天早上就很大了。这长那么快啊！对，它只要好像隔1天它就已经这么大了的了。它就是前1天跟后1天差很多，都一定要采完了的，最多2天而已。不然它就会太大老掉，对不对？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把菇包关掉。菇包关掉是把它对，放一个袋子把它塞完之后，对，塞它然后就是给它休息咯。姐姐，这个是一次性的而已吗？我们可以生7次。7次？对。多久一次？每3个星期1次。3个星期就是采完之后让它休息3个星期再打开。对。它可以长。就每3个星期它都可以长1次哦。原来蚝菇就是我们常说的袖珍菇。除此之外，来到这里不能错过的还有大家也很熟悉的木耳。这个就是它怎么没有从这里长出来？怎么会从旁边长？哇，这个有这种干枯的树叶啊、椰子壳啊什么，很好收。它这个用刀不行，给大家看看台湾怎么用刀。秘密。Look。OK，look。我知道这个对了，好不好？看网络版的还有英文呐。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人。这个就是它怎么没有从这里长出来？怎么会从旁边长？你看这个木耳它是没有一个茎的嘛，它没有菇柄的，对，所以就不能够从这边长了。因为它如果长一大把出来都会塞着，对，所以我们就从旁边割洞你有割洞啊？有。从洞那边长出来。有一个洞它就从洞口那边长出来了。它生完了这边，我们就割这一边咯。对，这样子一直的轮流在割它又生咯。这个怎么采啊？也是很容易啊，就好像采菇，其实
菇它都不会很难采的，只是我们抓着它。对，这样子。对，这样拔出来而已啊。这边比较斜这样子哈，因为我们不要给它进水啊。哦，要排水啊，要排水嘛。如果你这样子它进了水哦，它就会烂了。有点斜。各洞的地方都是往下。往下有割洞，让它往下长。对，你看看。哦，如果有割的，就是要朝下放，对，它才从这样长。那个水就不会跑进去。对，长知识很快。对，啊，这个好学生，木耳的话长满的时候是非常漂亮的。有时候它有一点红色、粉红色。不过你晒干了之后哈，你看一般的木耳都是黑嘛。为什么呢？就是晒干了它就变黑了。没想到虽然都是菇类，但种植的巧妙却各有不同，吃法跟风味当然也就各具特色。刚炸好的这个袖珍菇哦，刚好我们摘的。对。然后这个黑木耳露，对，煮好的。来，先干杯一下。干杯！谢谢姐姐。它这里的比较水，我们台湾的比较会有浓一点。姐姐你有喝过？有啊，我有去买过啊，因为它一包包的嘛。对，大包的。现煮了，他们这个里面自己的切碎这个料比较多。对，煮法跟口感比较稍微不一样。对，我来吃吃看，这炸起来的感觉怎样？现炸的。这吃起来有点，这是酱油味还是什么味？有一个味道，有可能是它那个菇本身的味道。对，因为袖珍菇它有别名叫蚝菇，就它会有一个生蚝的那个对，导游的那种蚝油那个味道。哦，难怪。菇类的营养哦，它拥有菜类和肉类的一切营养都在菇的身上。是哦。对，以前的时候他们科学家呢就把它列为是动物。因为它的蛋白质非常高，就好像动物的肉类那么高，所以它把它列为动物。后来的时候，他们又觉得它很像植物，又把它列为植物，到最后是变成了菌类。所以菌类呢，它是非常独特的，它是本身自己是一个大家庭来的。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旅行就是增广见闻最好的方式。不但能充实知识，更能感受异国风情，丰富心灵生活。虽然忙碌了一天，傍晚回到民宿，大哥也已经贴心的准备好最道地的马来式 BBQ， 等着我们一起体验。First we take the wood. Come， 砍柴哦。这菜刀呢？他说他们这边没有分什么刀的，就只要可以砍，拿起来就用。不，这里。Very easy。哇，这个有这种干枯的树叶啊、椰子壳啊什么，很好烧。I think okay. Enough? Okay. I think enough. Okay. 你一拖的下落啊，像这大鸡个下落，这会大，这淡的下落。So how long you stay in Malaysia? October 7. October 7. Yeah. Long time. 1 month. 1 month. Yeah. 20 days. Yes. 我先去煮一寡这大树叶。In Taiwan, you always make BBQ? In Festival. 那中秋节啦，我跟正在讲，我说我们中秋节一定都会烤肉。In Taiwan, every year. Every year. Festival? Big festival. Yeah. It's a barbecue time. Every family or every friends, we go out to hang out together and barbecue. Yeah, very good. Yeah. Very good activities. Yeah. I think okay. 我这烘焙。OK。东窝里，这样很好，到烘焙的地。对啊。再看，我回来。阿英不愧是真卡音呐，
不管在哪个国家，只要是乡下生活模式，通通难不倒他。加上我国外走跳多年的经验，搭档起来绝对是最佳拍档啊！不管是什么 style 的 barbecue， 尽管放马过来。你今晚准备炒？不吧？啊，切切的啊，它有这个酱料，嗯，然后腌一下，然后等下烤。他这个用刀不行，给大家看看台湾怎么用刀的。哦，有闻到那个玉米的味道。来哦，观众哦，见真章，准备。完了，会希望。我给这嘛是好吃的。看网络版的还有英文呐。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人。哦 ，no， 秘。哎 ，look，OK，look， 哎，哦，这个这地好啊啦，好不？哎。哎 ，OK 啦，OK 啦，哎啦 OK，好 ，OK， you， 安尼介绍大地，你甲问者 ，OK，too big or just fine？ I think just fine， 刚刚好。它是先腌，哦，要抓腌，是等一个 barbecue 的。好 ，OK，you 做到。谢谢。哇，这个酱料抓的是不客气。不客气。You're welcome。啊，不客气。谢谢台湾。不客气。哎，讲没啦讲。say，不客气。再一个。谢谢。不客气。OK。And Malay people, not very eat barbecue. So you do this barbecue or not? No. You cooking, but you can. 做到，咱台湾好吃啦，好不好？咱这道食因的，伊这两道食阮的，可以交流一下啦。OK。原来所谓的马来式 barbecue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烤沙爹啊，只是外面卖的都很小块，这是我们自己买的肉，没惊啊，给它大酥用的掉啊。If you think it's done, you take it. Yeah. Good. 最近没伤老吗？To me, okay. More sugar. I love sweet. 哦 ，OK。他喜欢之前的，他主要是甜一点。What Taiwan traditional food? 牛肉面。Beef noodle. And steamed 豆腐。steamed 豆腐。臭豆腐啊。臭豆腐。跟他讲说，现在讲这么多台湾美食，他吃不到。可是现在可以马上让他吃到台湾的口味。OK。咱来处理。stop， 这个增加，咱来处理对吧？来。开始经验。来了。看网络版的还有英文呐。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人。还是塑大而已啊！哦，有闻到那个玉米的味道。来哦，观众哦，见真章，准备。我到。会希望。我紧，这嘛是好食的。It is special from Taiwan. 哇，不灵。没有，这边撕开，这边的。This half, OK. Yeah, thank you. 谢谢。这个OK。OK。哦，这也在，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手过头，这黑炭，这抖，修，哦，这刚刚好，哇，不的，会不会？我会干什么？袂烧咧，是 smoke.
，they smoke。然后有那个烟烤焦那个味道。当然了，满满的，因为旁边都烤焦。老板，这抓出来哦。我虽然第一届做，我出来时足惊讲咱言语袂通啊，言语。你过会晓言语，过会当食 ABC 对不对？我是较无法度啊，但是哦，是今日甲这个大哥相处了，甲这BBQ完成哦，我感觉肢体语言拢会通啊。巴蒂练几句啊 ？Comedy actor。啊 ？Comedy actor。我说你是个喜剧演员啊。Of course。Yeah, you funny。好，巴蒂。没错，正所谓出外靠朋友，而这里乡下人的热情好客，相信不用我多说，大家绝对是有目共睹。只要放下心中的不安和疑虑，敞开心胸，就算彼此语言不通，欢乐友善的氛围也会在周遭互相感染。不管什么样的国家，哪个种族，大家都是世界的一份子，你们说是不是？